小雅，你拿你肚子里的孩子开玩笑，你知不知道爸担心你流产，在赶过来的路上。滚啊！秦昊，我今天是给苏明过生日，你不准备生日礼物就算了，你还拿着我爸的急救箱，你找什么晦气？瞧瞧你现在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哪里像个男人？小雅，我不跟你吵，你跟我回医院，爸他真出事。秦昊，小雅就陪我过个生日，你就算争风吃醋，也不至于咒完自己的孩子，咒老丈人吧。秦昊，你不用总拿我爸当挡箭牌，我不过就是陪苏明过了个生日，但你至于咒我爸死吗？你也知道，我爸对你像对亲儿子一样，他把所有的医术都传给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瞧这男人小肚鸡肠的模样，哪里配得上我们小雅半分？我要是娶了小雅，我能像供神仙一样把她供下。你秦昊一个穷小子上位，今天哪来的底气？是那乔家的亲朕，保住小雅的孩子啊，要不然她再也当不了妈妈了。我很快就带她回来，你一定撑住。现在不是跟他们动手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保住小雅肚子里的孩子，再带小雅去见岳父最后一面。你别乱来！你滚！害我受了大冒险，还想碰我？秦昊，既然你不是来给我庆生的，那就立刻从这儿给我滚出去！记住，是滚出去！让我们喝酒，滚！阿姨，我太他妈的！你准备拿什么开玩笑？你拿人命开玩笑？还有你他妈害死我岳父！我他妈让你生日变地狱！明哥，你没事吧？秦昊，你疯了吧你？还敢打苏明？你是不想过了？行啊，就离婚吧。小雅，你爸在赶过来给你保胎的路上出车祸了，现在就在医院里躺着，你当真不去见他最后一眼？秦昊，你还敢咒我爸是吧？我命令你，你现在立刻给苏明跪下道歉，不然我就把你咒我爸死的事情，我告诉他。我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呢，这么快就跪下了。乔小姐不就是跟我们玩个游戏吗？自己不爽了就咒老丈人死，哼！亏乔先生还把你当亲儿子养呢。升米恩，斗米仇。乔主任到头来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！佳雅，你要是不信，就自己给医院打个电话。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骗你？行，问是吧？我现在就问。明哥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鼻子火辣辣的疼。定是秦昊这个王八蛋把你鼻子打出问题了。走，我们去医院。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受点伤算什么？只要你亲我一口，我就不疼。不过我怕有些人会跳起来要我半条命。是。最后终究输给眼前，输给谣言，输给时间，输给未知明天。
你说要一起到沧海桑田，情比金坚，一天眼都没能如愿。等到秒针转过一，这就是对你冲动的教训。你可得好好记住这次教训，不然下次我可就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帮你弥补过错。这次都亲上嘴了，下次还不得上床了？乔雅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不跟我回医院见你爸最后一眼？好，到现在还在咒我爸死是不是？行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我好好告他一状。是，别生气，气大伤身，更何况你还怀着孩子呢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放了你了。我也不想生日搞得这么晦气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明哥和你的差距。人家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替你求情，而你呢，因为一个破游戏，你闹腾的要死要活。明哥，叫你的保安把他赶出去吧，不想再看见你。来人，等等，乔丽，这秦昊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啊。不用管，就是装的。我动手！陈医生，乔主任去世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陈医生，火化马上开始了，乔雅还没来吗？老乔生前最爱的就是这个闺女，这次也是因为她才出的事儿，她怎么敢不来呢？小琴呐，你赶快再给她打个电话。哎，乔雅，你现在在哪儿？爸马上就要火化了，你快！乔雅正陪我在巴厘岛度假呢。院长，火化吧，他不会来了。混账！这简直就是混账！秦昊，别愣着了，帮我拿上拖鞋。哎呀，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呢？你也不能怪我，你知道的，苏明他们那个圈子呢，都是有钱人，那玩游戏就是荤素不忌的。我要是玩不开，怎么混进他们的圈子呀？是不是？啊！你们玩游戏为什么要拉上我呀？是不是你们玩到床上，还得我跪在旁边给你们伺候着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跟苏明就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，我们要是真有什么，我至于给你生孩子吗？再说了，我生孩子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还一直在这闹，你就不知道哄哄我吗？哄你？一局游戏，一条人命，为了融入所谓的富豪圈，你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爹，你哪来脸让我哄你？你有病吧你！我爸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你就不能嘴上积点德啊？
看见没？这是我特意在国外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我本来想着昨天就回来给你庆生，结果航班取消了。不过晚一天过生日也没什么吧。我给脸不要脸，总好过你抛下尸骨未寒的亲爹，跟那个苏明、杜明月强吧？秦昊，你真是心脏看什么都脏。阿明说的果然没错，只要我怀了孕，你马上就会露出你的真面目。我露出真面目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阿明借着游戏替我试探你。结果你呢？不仅迟到，还给我下脸色。现在我过来哄你，你却不识抬举，还三番五次的咒我爸死。秦昊，必须给我跪下道歉！乔雅，你和野男人在外面好几天都不回家，还拿一个苏明不要的破烂来回来羞辱我。亲手害死自己的亲爹，现在你要我给你跪下，给你道歉。秦昊，你果然一点都不在乎我。苏明说的没错，就你这种人，就不配我给你生孩子。我现在就去医院打胎。乔雅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爸生前最大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？现在他头七都没过，你就要把孩子给他？我说了，你不配我给你生孩子，你不配！孩子没了，我也再没法完成爸的遗愿，这段婚姻也该结束了。爸，我来看你了。乔雅，就是这儿。秦昊，你有病吧你！我爸活得好好的，你不仅咒他死，现在还给他立碑，你就这么歹毒吗？不过就是打了一个你的孩子，你真是这么欺辱我爸吗？欺辱？乔雅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你爸他已经……还有，你到底跟我爸说了什么？我爸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的捣乱，苏明他姨奶奶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死了。乔雅，你爸都死了半个月了，你不闻不问也就算了，现在他苏明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死了，你就这么上赶着污蔑你爸，你可真够孝顺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爸活得好好的，你爸才死了呢！乔雅，跟他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把这个假墓给我拆了，给李奶奶腾地方。别！乔雅，那是你爸的墓，这个洞，那就是天打雷劈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根本就是你弄的假墓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帮你拆了，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骨灰。别！你混
后悔的。你闭嘴！乔雅，你现在知道了，爸他已经……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！先是弄了个假墓碑，又弄了个假骨灰盒，就你以为这样就能骗得了我吗？秦昊，你争不过我，就玩这种手段。你想让小雅愧疚，你还真是无耻。秦昊，我今天呢，就让你眼睁睁的看着我怎么戳破你的谎言。乔雅，你别乱来，那是你爸的骨灰。胡说八道！乔雅，你在对你爸的墓做什么？乔雅，你在对你爸的墓做什么？你怎么砸了你爸的骨灰盒呢？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可能砸我爸骨灰盒？我砸的呀，是这个混蛋咒我爸的假骨灰盒。你在说什么？院长，您还不知道呢。秦昊他非说我爸死了，弄这么个假墓，这么个假骨灰盒，还说什么是我害死的我爸。还有最重要，他跟我闹矛，非不让我爸接我电话，结果害死了我朋友的亲人。就这么一个冷血无情，你必须开除他呀！秦昊，秦昊，这是谁干的？秦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可是爸，秦昊，院长还在这呢，你还装？院长，你看见了吗？这种人到现在都死不悔改，必须得给他开除，而且必须得让江城所有医院都封杀他。乔雅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？乔主任已经走了，已经走了。院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哪个乔主任走了？还有哪个乔主任？你爸乔立德，你难道不认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真是我爸的墓？不可能啊！我爸活得好好的，他怎么可能突然就走呢？而且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这不可能！你没有收到消息，秦医生都不知道通知你多少回了，电话都打了多少，你还没有收到消息。乔雅，你到底在忙什么事？连你爸死了都不知道。我们还以为你是因为保胎，一时接受不了乔主任离世，所以才没有参加他的葬礼。没想到，不可能！我爸怎么可能突然就走了呢？不可能！秦昊，你到底给了他们多少好处？你让整个医院都来陪着你演戏，你到现在还在咒我爸死，你就不会遭报应吗？你就不会遭报应吗？
小雅，你可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不孝女！爸为了女儿死，下葬你不来，你去跟你这个白月光去度蜜月，现在还跑到这个墓前发疯。乔雅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？宝贝，没事的，他们肯定是在骗你。等我打个电话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啊！阿明，我就知道，在关键的时刻，还是你靠谱。乔雅，你爸为了给你保胎，死在了路上，你连他最后一面都不愿意见吗？你就是为了给这个苏明当小三儿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你难道不知道苏家少爷和梁世千金已经订婚了？你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搂搂抱抱，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你胡说！我和阿明只是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，是你们心脏了，所以你们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我们是清白的，你们休想污蔑我！你们休想污蔑我！不用再跟他争论了，真相即将大白，你会后悔终身的。你少胡说！我唯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嫁给了你这么个满口谎话的混蛋，到现在还在咒我爸死。待会儿我让你跪下，给我道歉！苏少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乔雅他爸在你生日那天死了，就葬在和你姨奶奶一个墓园，你想想怎么安慰乔雅吧。小雅，你别急，肯定是这个混蛋弄错了，我再让人查一下啊！我真的害死了我爸。姐啊，我爸为什么会死？苏明生日那天，我不是告诉你了，你爸在给你保胎的路上死了。我那天叫的明明是你，你为什么让我爸过来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突发阑尾炎，躺在手术台上。电话是爸接的，爸担心你保不住孩子，再也做不了妈妈了，所以就不管大冒雨，火急火燎的跑到会所。爱女心切，他甚至都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舒服不叫救护车，可你呢？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跟阿明玩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，我只是想试探你的真心而已。试探真心？你和你的青梅玩试探真心的游戏，用的是你亲爸的命作为代价，现在你满意了？小雅，你别碰我！乔雅，你冷静点儿，你爸没了，你还有我呢。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你不是说要给我生孩子吗？啊，咱们多生几个，一定可以抚平你的重伤。想的可真好啊，可惜你再也生不了孩子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？你的阿明带你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没告诉你吗？还是说你们当时只顾着亲亲我压根儿就没管这些呀？可能，我只是留了个孩子，我怎么就做不
妈了，凭什么？阿浩，我知道你喜欢小雅，但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。早些年，小雅的母亲去世，她由于过度悲伤，大冬天的去跳河，落下了病根儿，导致她无法再有身孕，即使怀上了孩子，也很可能保不住，会流产，到时候就无法再生育了。你知道了这些，你还确定要娶她吗？说，我不在乎。再说了，难怀孕又不是绝对怀不上，只要她怀上，我一定倾尽全力保住她跟孩子，让小雅实现当妈妈的愿望。好孩子，小雅就托付给你了。爸临终的遗愿就是让我保住你的孩子，你却为了这个野男人毫不留情地打掉孩子，甚至到现在还在这装鸵鸟，逃避害死亲爸的责任。我真替爸感到不值。你别转移话题，你跟我说清楚了，什么叫我再也当不了妈妈了？你说清楚！乔雅，我是真没想到，都到现在了，你不是问自己为什么亲手害死了你爸，而是问你自己为什么当不了妈。可能原本你就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这一切都应该以你为中心。你这么自私，你应该不知道爸有多爱你吧？他知道你喜欢孩子，所以一直瞒着你很难做妈妈的真相。在知道你怀孕之后，爸又像孩子一样开心的手舞足蹈。所以就在知道你可能会流产的时候，爸不管一切，火急火燎的就要跑到会所给你保胎，甚至临终的时候都一定要让我保住你这个孩子，就是怕你再也做不了妈妈了。不可能！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我一定还会怀孕的。你可以不相信我呀，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就像我说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爸一样。你闭嘴！阿明，他们都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们肯定是在骗你。小雅，我们会有孩子的啊，会有的。够了！当着爸的面，你们还在这卿卿我我。小雅，你还有没有心呢？老乔啊，你说你一辈子救死扶伤无数，可是临了却落得如此的下场，还是被自己的亲闺女作孽呀！秦昊，这一切都怪你。说什么？怪我？对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一直妒忌阿明，你消耗了我对你所有的信任，那一天我怎么可能会不相信你？还有，你有什么资格把我爸火化？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？甚至连他葬礼都不通知我。乔雅，要不再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进了会所，第一句话就是开门见山，我求你跟我回医院去见你爸最后一面。可你呢？你为了取悦苏明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。秦昊，事已至此，你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知道，因为那天的玩笑，你现在还在生气。可小雅说的没错，叔叔去世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该瞒着我们。你为了出气，让他们父女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这是一个男人该有的胸襟吗？你对得起栽培你的岳父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这么一点小事
你要闹成这样？这事情闹成这样，该不会真的因为秦医生争风吃醋吧？秦昊，那天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拿着孩子去玩游戏。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事情，你就拿我爸惩罚我。你明知道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我要是真觉得不舒服，我会第一时间叫救护车的。我们都没想到这么拙劣的借口还有人会信。还有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玩笑我是跟你开的，你不应该做手术不告诉我，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你在做手术，我就不会去跟他们玩这场游戏。如果是你接电话，我爸可不会出事儿，所以这一切都怪你。小雅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今天这场闹剧的罪魁祸首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小气的男人，因为吃醋把一场误会弄成这样，哈！乔雅，你不敢面对你亲手害死亲爸的事实，推卸起责任来，却是越说越顺了。秦昊，你不用在这狡辩，就是你害死我爸。你害死爸还不够，你还偷偷把爸下葬，用这么残酷的方式惩罚我，你很开心是吗？秦昊，你们小两口闹矛盾，为什么要扯到你岳父身上啊？乔雅，她是有不对，但她毕竟是老乔的女儿。老乔，你走时身边连个后人都没有给你送终的呀，太可怜了呀！是啊，明明有亲女儿，却都没有人送终。乔雅，这就是你对你爸做的好事。乔雅呀，乔雅，我是真不明白，你是怎么能看着张院长收集被你扬掉的骨灰，你却还在这推卸责任？都别过来！谁敢动我一下，我马上报警。秦昊，你不用在这装受害者，害死爸我是有责任，可你呢？你不是说爸的遗愿是保住我的孩子吗？可你又做了什么？是你让我寒心的不想留下孩子，是你辜负了爸的期待。你不是想狡辩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，让所有人都评评理，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？好啊，既然你到现在都不知错，那我就祝你求锤得锤。这是我在医院里做手术的视频，我不告诉你，是跟爸一起商量决定的。我们不想因为一个小手术而让你担心。我醒来的时候，爸就已经出事了，他求我过去给你保住孩子，所以我就不顾医生阻拦，我直接去找你。可你呢？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？怎么？敢做不敢认？看你们在会所里喝交杯酒、热吻的样子，哪有半分的不舒服？我担心会影响你跟孩子的状态，我一点都不肯生气。我求你跟我回医院去见你爸最后一面。可你呢？你不仅不信，还为了取悦苏明说我在他生日面前找晦气，当着众人的面逼我下跪，扇我耳光，却都不问一句自己亲爸到底怎么了。甚至我让你自己打电话给医院求证，你却只关心苏明的鼻子疼不疼。可怜爸到死的时候都在担心你，担心你再也怀不上孩子了，担心你也再也当不了妈妈了。我想给你把脉，确认你跟孩子的状态，你就纵容苏明来打我。我不得不告诉你，
爸已经死了，就死在给你保胎的路上。爸一辈子都在殚心竭虑，最后连命都没了，却都换不回你最后看他一眼。不是，是你没告诉我，对，是你不告诉我的。是我没告诉你，你错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你甚至把刚从手术台下来我一脚踹到腹腔出血，差点没命。可你却跟他们说我是装的，还让苏明的保安把我像丢死狗一样丢在暴雨里。我从医院醒了，我执着的联系你，可你却把我拉黑了。我不死心，我又拿同事的手机联系你，就关机了。你就一心只想和你的青梅竹马到玻璃岛去度假。医院规定，尸体最多只能存放2周。大家都问我，为什么不让爸入土为安？我为了你的面子，我只能把爸下葬。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是你为了讨竹马欢心，用游戏害死了亲爸，连后事都不给他处理，那爸死都不得安心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我这半个儿子给爸一直料理后事，流程我都拍下来发给你了，死亡证明、墓地照片我都发给你了。可你呢？你到现在都在把我拉黑，是我不告诉你吗？最可笑的是，你玩开心了，回来让我不收下你这个垃圾，你就不满意。我讽刺你抛下尸骨未寒的爸爸就出去玩，你摔门而出就把孩子给打了。不是的，我让你别说了，你听不见吗？你别说了。说实话，我本来以为你今天来是知道爸已经死了，后悔了，来给爸道歉了。可谁知道，你是来给爸挖坟扬灰的，挖坟扬灰的。我本来不想说这些，想在爸的面前给你留下最后一丝体面，可你步步紧逼，逼得我一定要把真相公之于众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求锤得锤，亲夫所指，满意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执法队干什么呢？院长，报警吧，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。院长，报警吧，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。秦昊，你敢？秦昊，你不能报警，爸已经没了，你难道想让我也坐牢吗？好啊，我不报警可以。那你告诉我，爸最喜欢什么花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爸喜欢什么花？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你只知道你竹马的喜好。那我告诉你吧，爸最喜欢的是茉莉白梅，花语是送君茉莉，愿君莫离。茉莉白梅是妈生前常送爸的花，也是他们的定情之花。连这个你都忘了，还在爸的坟墓前把花踩成了泥。就你这样的不孝女，凭什么放过我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融入富人圈子而已啊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苏明的圈子非富即贵，融不进去就不要强融。你仗着和苏明是青梅竹马，就要攀高枝，跟他玩暧昧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晴儿，我和苏明是有分寸的，我和苏明是有分寸的。是吗？你所谓的分寸，是拿我和孩子的性命开玩笑，进而博竹马欢心，还是说你亲手害死自己的爸爸，把爸的尸体挫骨扬灰？乔雅，你错的也太离谱了！你爸妈在天上看着有多寒心呐！不要！找不到了，都找不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小雅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只是个意外，你爸他不会怪你的。真要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秦昊，如果没有他，你也不会痛失亲人。给我闭嘴！乔雅，我好心安慰你，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。好心安慰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那是你自己犯贱，关我屁事！好了，既然这里不需要我，那我就告辞了。站住！你的人砸了我爸的坟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别搞错了，墓碑是你亲自砸的，我的人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备工具，骨灰也是你扬的，骨灰盒更是你自己砸的。我们不走，难道留下来看你哭丧啊？苏明，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呢？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和我说过话。我说错了吗？你自己犯贱，能不能别带上我？乔雅，你敢打我？你是不是不想混了？立刻让你的人给我爸道歉！还有，他们刚刚打了秦昊，也必须道歉！到现在你还是不明白，高高在上的苏家太子爷不过是拿你当做消遣的玩物。我故意伤人！乔雅，你别忘了，是你让我来帮你撑场子，要不然我给姨奶奶送完葬，早回家里当大爷了。我犯得着带着人来这里出丑吗？现在人也用了，坟也挖了，你一句挖错了，就想让我的人道歉？你是觉得我苏家的人用钱是免费的，还是觉得我苏家的律师是吃素的？苏明，我们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之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？是你先过河拆桥的，那就别怪我翻脸。道歉，还需要吗？秦昊，我错了，我没想到苏明他会那么混蛋。要是没有他，我爸也不会出事儿，我也不会留到你的孩子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，乔雅。
这世上不是所有错误都值得被原谅，也不是什么错误都能被原谅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被骗了呀。被骗？你到现在都不觉得是自己错了，还不断试图让别人给你背锅垫底。可惜这世上可能给你垫底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死了，另一个死心了。秦昊，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？你自己去求爸原谅吧，我没资格替他做主。我错了，我错的太离谱，我早该听你们的话，远离苏明他们那些人。是我贪图上层圈子的荣华，是我花了眼，是我黑了心，我罪该万死。可你就这么走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乔雅，你到底是有多自私，才会在这个时候担心自己呀？秦昊，秦昊，你等等我。乔雅，咱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我已经通知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，晚点寄到你。秦昊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爸生前把我嘱咐给你，结果你转过头来要跟我离婚，你对得起他吗？爸嘱咐我，让我保住的是你的孩子。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也失信于爸，所以离婚吧。不行，我爸已经走了，你已经失信于他了。你这个时候再抛弃我，你怎么对得起他？乔雅，到这一刻我真是无比后悔，为什么会爱上你这么一个天真至极的女人？秦昊，你别说气话，你当时爱我不就是因为喜欢我的天真无邪吗？可是害死了爸和我们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是因为你的天真。不是的，秦昊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去见苏敏了。你原谅我，我爸已经走了，你不能再抛弃我。不同意也没用，不同意那我就起诉离婚。喂，张律师，不用你草离婚协议了，我准备起诉离婚。我不同意，秦昊，
我爸才死你就抛弃我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？而且，你当初说好爱我一辈子，你是骗我的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就知道，秦昊，你还是爱我的。你那么爱我，你怎么会？乔雅，人心不是一天凉的。从你白月光回国的那一刻，从你有玩笑害死爸的那一刻，从你又不管我身体把我丢向暴雨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就已经凉了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是怕了，怕再也没有人给你垫底了。这一切都没完，绝对不可能答应你跟我离婚的，绝对不会。爸，虽然你不在了，但是我一定会把你的艺术发扬光大。乔雅不要我们救，我们可以去救千千万万为了生育而困难的妇女。秦医生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把咱们医院都围了，正在大张旗鼓的声讨你。什么呢？这是医院！我呸！你还知道是你们医院？救死扶伤的地方，怎么收拾这种人渣？我看你们省省欲望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怎么回事？渣男！你个抛弃弃女的人渣，你又敢做别的人吗？渣男！你妻子为你生儿育女，你没保住孩子也就算了，还害死妻子的父亲，甚至嫌他没用，将他抛弃。秦昊啊，秦昊，你真不是个东西啊！对，你这个渣男，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？去死！你说什么呢？秦医生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？我知道了。乔雅，出来吧！我知道是你散播的谣言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才上网求助网友的。老公，我求你，你别抛弃我好不好？滚！看看他这个人渣，都把这个小姐姐逼成什么样子了！到现在了，秦小姐还想着挽回他，这么深情的女人被他这么残忍对待，伤得这么深，渣男，你怎么不去死啊你？乔雅，你以为你用这些伎俩就能让我改变心意？老公，我知道我以后不能生育，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。不过，我爸死前把我交给你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小姐姐已经不能生育了，这个人渣还要当你妻子吗？贱货渣男没见过这么渣的渣男，这哪里还是什么渣男呀？这简直就是畜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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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雅，看在爸的面子上，我最后给你一次体面的机会，带着他们离开。老公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你别抛弃我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干嘛呢？你们都被骗了，真相在这儿。不要！乔雅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可是乔小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抛弃的无辜女人，没想到是个天大的不孝
女，杀了自己的亲爸还不够，砸了亲爸的墓，扬了骨灰，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。我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做过这些，我也是被骗的呀！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都揭露出来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我会身败名裂的！所以说，我就应该任由你污蔑我，哪怕我手握证据。乔雅，你是不是真把我当你舔狗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对我百依百顺，你以前……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李医生，叫保安把他带走吧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金浩！乔雅，咱们法庭上见。金浩，我从小就没有了妈妈，现在也没有了爸，我以后也不会有孩子，你就舍得这么把我抛弃吗？舍得。不，金浩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想和你重新开始，我求你了。秦先生，夫妻宜合不宜离，况且人家陪伴你这么多年，是你的结发妻子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法官大人，请允许我陈述我的离婚理由。这女人可真不要脸。是啊，都做到这步了，还有脸说不离婚？不是的，秦浩，你相信我，我还是爱你的。只要你原谅我，我们就一定可以从头再来的。乔雅，能让我原谅一切，从头再来人都死了。我们之间横亘的不只是2条人命，更是无尽的屈辱。法官大人，我的陈述完毕了。综上所述，本院认为，原告诉请离婚理由成立，并以女方为婚姻主要过错方，判处女方净身出户。闭庭。秦浩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净身出户？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活不下去了。你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活不下去啊？我来帮你说吧。你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所有人帮你打点好一切，你安心做公主的日子，所以没办法接受现在的生活，对吗？乔雅，你就像是一只寄生虫，没有人再让你吸血，你就活不下去。更讽刺的是，无论是我还是爸，都是因为你自己作孽才离开的。秦浩，是不是我跟苏明彻底断绝关系，你就能原谅我？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秦浩，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爸也不会出事儿，秦浩也不会这么对我。要是没有你，一切都不会发生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喂。秦医生，你真的决定要离职，到农村去当个赤脚医生啊？这一直都是我爸的心愿，只是为了照顾小雅没办法。我决定帮他实现这个愿望，去帮助万千生育困难的妇女。好吧，既然你心意已定，
那就去吧。秦医生，刚刚接到消息，说苏家少爷苏明遭遇了重大车祸，人已经没了。乔雅干的吗？是，说来也是造孽。本来苏明送过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，但是能救他的手术，只有乔主任做。这就是因果循环，报应。对，就是报应。当初啊，要不是他插上一脚，那乔主任就不会死。他也算是个帮凶。对了，秦医生，乔雅已经被逮捕了，他的律师联系到咱们医院，说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好，就做个最后的告别吧。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杀了苏明，他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重新在一起了。他怎么了？可能是受刺激太大，精神出现了点问题。我们正在找专家鉴定，如果鉴定出来会怎么样？应该会移送精神病医院。这人也是造孽，他下半辈子不是在监狱里面过，就是在精神院里面过了。报应。你让开我！我已经和苏明断绝关系了，我绝对不会再和他来往了。我们可以复合呀。乔雅，我们不可能复合了。另外，我再纠正你一点，我今天不是来见你的，我只是带爸来见你最后一面。今日一见，前尘往事烟消云散。